慈啊，在干嘛？又到了过年的时候了。今天我们要来讨论过年期间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我找了几项在过年期间我有遇过的一些小事情、小问题。那今天做这个影片也可以让大家来分享自己在过年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小事。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首先我整理到的第一项，亲戚在过年期间疯狂的询问找到工作了没有。那这个部分是我目前就是一直有遇到的事情。因为我目前也还在求职当中，左右邻居啊，一些亲戚朋友问说什么，你找到工作了没有啊？是在哪里上班啊？很常被问到这种问题。因为我录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在过年。我相信我在过年的时候呢，应该也会被亲戚朋友疯狂的一直问说，你过年的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啊？你工作了没有啊？想要去哪里上班啊？薪水怎么样？就会遇到这种麻烦的小事。我自己对这种亲戚们一直询问这种看法呢，我是已经有点麻木了。毕竟我从毕业的时候呢，就一直左右邻居问说什么，你现在目前有在哪里上班吗？有在找工作吗？有点麻木。习以为常。比较不同的事情是因为，毕竟在过年，大家围炉坐在一起，就会去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在工作之类的。如果你也有被亲戚询问到目前在做什么工作，或是你目前也是求职者的话呢，也可以在底下帮我留言加一哦。那在第二个，过年的包红包这个部分，大家应该会觉得说，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吧？红包应该是一个好事。那如果你会这样子想的话呢，代表你现在真的非常的幸运。通常会有这个问题的呢，已经是要出社会的刚毕业的新鲜人，或是已经出过社会的人，在赚钱的人必须要烦恼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也会去思考说，红包到底要包多少才是比较适合的？如果去年包的1000块，今年又少了那一点点钱，是不是会觉得好像不好意思？或者是今年你要包红包给你的那个人，他突然包了比较多，心里就会想说，他越包越多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越包越多？会有这种心理压力，会有这种问题。在去年2023年那时候的新年呢，我还没毕业，还是学生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姐就有收到爸妈的红包，那时候红包的金额比之前的金额都还要来的再多一些些。结果我姐就抗议说，可不可以不要包那么多，会越包越有压力。我不知道在观看这部影片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那像我自己是有一个姐姐，过年的时候还会包红包给我，200块那种。一点小心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过兄弟姐妹的红包，有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加2哦，可以分享说是你的姐姐或是你的哥哥还是弟弟妹妹有包红包给你。那在第三个，从小到大的一个习以为常的习惯，就是有吃不完的过年菜。吃不完的饭菜就包含了过年期间常常会出现的一些常年菜啊。我们每次过年的时候呢，都会煮了一大锅，其实大家吃的分量没有到那么多，就会有很多的剩菜。那很多的剩菜呢，就变成说我们可能除夕或是初一的时候开始吃嘛，吃到初5的时候那一锅那个菜还留着，等于是说那道菜已经整整吃了1个礼拜。这是我们过年的一个习俗。那这里要分享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在我小的时候呢，我阿嬷常常会办一个小小的捏钱活动，会把她的100元的钞票全部换成那种零钱。50块、1块、5块的、10块的都有，然后他会全部摆满整个桌子上，这些小孩呢就会在旁边，在那个桌子旁边会拿椅子坐着。等到我阿嬷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在那1分钟，1分钟之内你捏到多少钱，那就是你的。捏钱那样子一个一个捏起来，你不可以直接全部给它扫荡这样子。那时候都会专挑那种50块、10块的去下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蛮好玩的游戏，会给小孩子带来非常多的快乐。那以上是我分享的一个过年期间会问到的问题，是我的小故事。你们有什么过年的小故事，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在这里也祝大家蛇年行大运，乳蛇翻身。我是慈啊，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